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海边的渔网惊现一具男尸，尸体没有明显伤口，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文件。调查陷入僵局之际，一枚戴了30年的劳力士手表引出背后凶手。苦查数月，警方连一项直接证据都没找到，有的只是4项间接证据。正义是否能降临？凶手能否被伏法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只劳力士手表背后的阴谋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1996年7月的英国。作为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，英国在捕鱼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许多海边的居民更是以捕鱼业为生，而居住在德文郡的渔民约翰就是其中一个。像往常一样，那天他开着渔船和儿子在海上打捞鲈鱼，可连续收了好几网都是些小鱼，难道一大早的功夫又要白忙活了吗？正当约翰站在船上发呆时，他的儿子突然喊了他一声：“老爸，好像有个大家伙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约翰3步当作2步走到儿子身边帮忙收网。哎呀，这熟悉的手感又回来了。看着紧绷的渔网，约翰觉得上帝并没有抛弃他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们不但没有抓到大鱼，而且还捞出一具男人的尸体。将尸体运回岸边没多久后，警方就赶到了码头，为约翰父子做了笔录，然后把尸体打包运回局里。站在这具冰冷的尸体面前，法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死者的身份。衬衫、加绒西裤、皮鞋、金项链、劳力士手表，死者全身上下穿着齐全，按理说应该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可搜遍全身都没找到任何信息证件。尸检时，法医发现男子身上有几处不起眼的伤痕，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后脑上一处3厘米的伤痕，只是划破了表皮，没有出现严重骨折或者脑部受损。所幸男子没有大出血，不然早已成为鲨鱼的盘中餐。解剖尸体后，肺部没有明显的积水，说明死者在下水前就已经失去知觉。根据衣服上附着的海藻，法医推测尸体至少在水中泡了1个星期。发现尸体的约翰父子表示，当时尸体没有被绳子和石头之类的东西绑住，所以男子的死亡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呢？男子又为何会出现在码头10公里外的地方呢？这一切问题都得先弄清死者的身份信息才能知晓。当时负责该案的2个警员认为，死者应该是驾驶帆船时因为船只失控掉入水中，而且刚好头部碰到船体，以至于发生晕厥。但警员克莱汉则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因为死者的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驾驶帆船。在死者的遗物清单中，他注意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，将这手表拿给附近钟表店老板鉴定，看看能否找到新线索。老板比对一番后透露，警员手里这款表有防水功能，不上发条可以维持2到3天。尸体是在7月22号发现的，这就说明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20号，但这只是推测，因为尸体在海上漂浮过程中可能对手表会产生影响。就在警员发愁之际，钟表店老板透露，劳力士厂商存有每位客户的记录，如果你把这表寄回去，他们可以根据表上机芯查找你的购买信息和维修记录。听完老板的话后，克莱汉立马将表寄了回去。在等待厂商反馈消息的同时，克莱汉走访了附近的码头工作人员，但都空手而归，甚至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死者。很快，手表厂商就传来了反馈信息，根据存档记录，手表购买者是罗纳德，在30年前买下了这块手表，地点是德国。一块手表戴了将近30年，警员觉得非常吃惊，但他们也担心这期间手表曾经易主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调查的难度将会增加几倍。所幸法医还有一招，那就是死者的牙科记录。2项证据放在一起，警方终于确定了死者就是罗纳德。他最后居住的地方是英国的艾萨克斯，距离案发地点德文郡足足几百公里，开车过来最快也要5个多小时。那死者来这里干嘛呢？站在码头上，警员克莱汉陷入了沉思。就在他发呆时，岸边的帆船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英国作为海水资源丰富的岛国，每年都会在南部举行各种帆船运动，所以死者会不会是前来观赛的游客呢？毕竟30年前就买得起如此昂贵手表的人，收入肯定很不错。但走访周围酒店后，都找不到死者的入住记录。另外一边，克莱汉的上司和罗纳德此前的房东取得了联系，房东表示罗纳德早已搬走，只剩下一个转发邮件的地址。顺着地址，克莱汉找到了一个名为大卫的男人。大卫承认自己认识死者，两人还是认识几年的好友。最后一次见面时，罗纳德说要去加拿大做生意，此后便没了音讯。至于为何罗纳德会沉尸海底，他表示自己也一无所知，但若警方有需要，可以随时联系他。出于职业习惯的原因，克莱汉亲自来到大卫住所门外。院子里的泥土没有明显的翻新，垃圾堆中也没有血迹之类的东西。走到大卫邻居门口，克莱汉假装想找大卫先生，可邻居表示这里没大卫这个人，隔壁住的是罗纳德。这让克莱汉很吃惊，上次明明说隔壁主人是大卫，可为何邻居却说隔壁住的是罗纳德？那躺在停尸房的男人又是谁呢？为了弄清缘由，克莱汉亮出警官证，向邻居了解了相关信息。根据邻居说法，他在这里住了10几年，隔壁的罗纳德搬进来2、3年左右，妻子长得很是漂亮，两人很少出门，夏天时常待在德文郡度假，在那里还有一艘豪华游艇，前几天刚出门。抽取社会信息记录后，克莱汉发现住在豪宅里的这个罗纳德妻子只有20岁，比丈夫年轻了30岁。医院的出生记录显示，他们2个孩子的姓都是罗纳德，家里所有的账单都是用罗纳德这个名字支付的。明明自己叫大卫，为何要冒充罗纳德呢？克莱汉觉得这2个男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。调查到这里，克莱汉更加偏向于谋杀。如果是谋杀，那第一现场在哪里呢？他专门赶到当地一所大学，询问了潮汐专家的意见。专家表示，这得看尸体肿胀程度对尸体浮力产生的影响。如果死者当时是在海底被打捞的，那说明尸体肿胀程度一般，不会轻易受洋流影响。如果是被冲到渔网里，那说明他已经随洋流漂了很长距离，那发现尸体的地方就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。为了确认第一次发现死者时的场景，警员克莱汉再次找到约翰。被警方这么一问，约翰儿子才想起来，当时他看到渔网里有个很小的梨形船锚，是警方搬走尸体后清理渔网时才发现的。当时自己以为这只是某只渔船落下的，和尸体没有关系，所以才没跟警方说。不过船锚已经送给别人了。克莱汉觉得这只船锚肯定和死者有关，毕竟要让一个人永远沉在海中，它是个不错的工具，不用担心尸体会因为肿胀浮出水面。1个月后，警方终于找到了它的重量约为4公斤。专家表示，如果死者真的是被这只锚拖下水，那凶手的抛尸点肯定就在发现尸体的位置周围。结合死者不是溺水身亡，警方给出了这样一种猜测：死者生前被钝器砸晕，然后凶手将其和船锚绑在一起抛入海底。为了验证猜想，法医对船锚进行了鉴定，在船锚底部发现了一些褐色附着物，将其提取对比后，发现和死者皮带中的物质一模一样。用普通显微镜观察皮带时，发现了明显的压痕，说明皮带被施加了某种力，而且这压痕和正常男人的皮带明显不同。皮带内侧，法医发现了明显的磨损痕迹，电子显微镜扫描后，发现上面含有金属锌，而船锚表面恰恰镀有一层锌。当然，法医的鉴定工作还远不止这些，除了直接对比皮带和船锚，警方还需要比较船锚和死者的联系。在将尸体解冻后，法医将船锚沿着大腿和死者扣在一起，发现死者2个擦伤的距离和锚柄完全吻合，加上死者臀部附近和膝盖上的擦伤，法医证实这个船锚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。可船锚的主人会是谁呢？如果通过船锚上面的商标信息入手寻找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而且就算找到船锚主人，那也只能算作是间接证据。所以克莱汉还是决定直接从死者周围人着手调查。几番辗转后，警方找到了死者的前女友伊莱恩。听到前男友遇害的消息，她很是吃惊，因为自己上周才和大卫通过电话，电话中大卫根本没说罗纳德去世的消息，还说罗纳德人在加拿大。调取大卫通话记录，警方发现案发期间大卫刚好在德文郡。
酒馆目击者也证实见过这两个男人在一起交谈。如此说来，对于罗纳德的死，大卫有很大嫌疑。10月31日，也就是案发3个多月后，德文郡警方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了大卫，并一同带走了他的妻子。讽刺的是，在大卫身上，警方同时发现了2个身份证件，一个名为大卫·戴维斯，一个名为罗纳德·普拉特。在警局里，和大卫一起居住的女子向警方坦白了一切。她说自己并不是大卫的妻子，而是大卫的女儿。为了假扮成罗纳德的前女友，才和父亲住在一起。在大卫游艇的厨房里，警方采集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，经过鉴定，他们和罗纳德的 DNA 相同。而游艇的行驶记录也显示，他在案发当晚曾出现在发现尸体7公里外的地方。另外一边，在大卫住所里面，警方还找到了3万英镑现金、17根金条以及一个保险柜。这些间接证据证明，大卫很可能就是凶手，可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。警方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，国际刑警却传来消息，他们所逮捕的大卫根本就不是大卫，他的真名叫做埃尔伯特，是个加拿大人。真正的大卫是个汽车销售员，假扮伊莱恩的那个女人原名希娜，15岁时就跟父亲埃尔伯特一起逃亡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加拿大的埃尔伯特开始冒充顾问，骗了别人数百万美元。1990年，背着妻子偷偷转走300万美元，带着女儿希娜躲到欧洲。按理说，靠这几百万，埃尔伯特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做点小生意，或者找份低调的工作，掩人耳目，过下半辈子。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埃尔伯特到英国后依然没停止诈骗。罗纳德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。罗纳德原本是个富有的商人，一直想到世界各地开拓市场，尤其是南半球国家。而从加拿大逃出来的埃尔伯特就抓住这点，重操以前顾问的套路，煞有介事地帮助罗纳德分析加拿大的税收政策，如何将财富分散转移，暂挂他人名下，以换取低税率等等。在埃尔伯特的极力诱惑下，罗纳德最终决定前往加拿大发展，并把自己的签名图章委托给埃尔伯特，让他全权帮自己处理移民的相关事宜。埃尔伯特借此趁机复制了罗纳德的身份。可3年后，罗纳德就因为创业失败回到了英国。一回来，他就登门拜访了埃尔伯特。可埃尔伯特当时已经在套用罗纳德身份生活。如果罗纳德向警方举报，那自己之前骗的钱都会被一锅端，这才起了杀人动机。法庭之上，警方列举了4项证据：船锚与死者皮带的痕迹、游艇上的毛发和定位记录、手机通话记录以及死者的劳力士手表。虽然都是间接证据，但组合在一起，却严丝合缝地证明凶手就是埃尔伯特，一个从南半球骗到北半球的国际通缉犯。用船锚套在死者身上，可以说埃尔伯特是个很聪明的人。他知道，只要尸体永远不出现，那警方就拿他没辙。可他还是漏了一个关键一步，以至于尸体脱离船锚，浮进渔网里。而整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死者那块劳力士手表。如果没有这块劳力士手表，在当时警方或许很难确定死者的身份，更没办法顺着手表上的地址步步为营，找到凶手埃尔伯特。知者千虑，都必有一失，何况不是智者的人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